这儿还有个差事，你们谁能办好，朕就加封他为亲王。这几天，朕调来户部的案卷看了，国库亏空，竟达1200万两白银。这笔钱哪儿去了？竟是让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给借去了，弄得泱泱中华大国一次大水就拿不出钱来。赈灾怎么赈啊？再发一次大水，旱灾，边境上打仗，怎么办？儿臣等处事无方，请皇阿玛治罪。儿臣监管户部，责无旁贷，请皇阿玛治罪。治了你们的罪，国库就不亏空了啊！朕要的是切切实实的办法。你们中间谁愿意出来承担追笔欠款的差事，哪怕是追回1000万两，朕这儿就加封他为亲王。儿臣曾管理户部，却未能峻切操持，以致库银挪借亏空。儿臣自认为察窃之明、临事之危远远不及四阿哥，因此儿臣举荐四阿哥担当此任，而且愿意将管理户部的差事也交给四阿哥来做。这是儿臣的辞呈，请皇阿玛符允。太子，朕想问问你的意思。儿臣以为，萨克胤禛办事认真，一乎担任这个差事。应之，你是大哥，你说呢？回皇阿玛，按理，儿臣也应该接这个差事，为皇阿玛分点忧。但既然太子和八弟都认为四弟来干较为适宜，儿臣也没有异议。你们呢？你们呢？儿臣等均无异议。哎，你们上书房。微臣以为，户部欠款之事，人多面广，既要将欠款追回，又不能使欠款的官员太过难堪。雍亲王胤禛办事不讲情面，担当此任原很适宜。但若太过操切，也怕激出变故。八哥胤祀素有贤名，若能继续管理户部，和四阿哥一道办理此事，则能刚柔相济，收互补之效。佟国伟所见即是，微臣同意他的看法。彭臣，你的看法呢？知人之明无过皇上，关键是能够追回欠款。如果顾虑太多，恐怕反而误事。请皇上前刚独断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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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的意见，朕都知道了。至于是否就让四阿哥担当这个差事，朕的意思是，等四阿哥回来之后，问问他自己再说。太子，
你立即斥知户部，造好欠款官员的名单，等追笔大臣一到，即行还款。就这么做。这追笔国库欠款的差事，接与不接，得先看看借款官员的情形。好啊，我正想听听先生的见解。那乌某就视为王爷悉之。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3类。这第一类的情形是不得已而借之，这一类人很多。一个4品京官，1年的俸禄银子才100多两，这点钱养家糊口也仅温饱而已呀。如今摆桌像样的酒宴就需10两银子，做一件像样的官服也要10两银子以上啊！王爷，请算算，这个官1年下来得要多少银子开销？他不借就要贷，不借不贷就要甘守清贫，甘守清贫，他还出来做官干什么呢？来，这第2类情形是不安分而借之。这类人不多，但是他最不好对付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类人往往是有资历、有功劳、讲排场、讲阔气的大官功臣呐。他们中哪一位不是从小就跟着皇上鞍前马后熬出来的心腹重臣？四爷，这些人欠国库的银子，那都在几10万两以上。果真要抄他们的家，治他们的罪，皇上念着旧情，能下得了这个手吗？这第3类人最可恶，纯属贪得无厌，唯利是图。只要能捞到，就是拆了金銮殿也毫不心疼啊。如今在京的几个重要衙门的堂官、司官，一见到别人借欠国库银两，他们也纷纷争着挪借，反正是越多越好，哪管你国弱民贫。由于前2类人的欠款难以追回，这类人也必然是攀比抵赖，有钱不还了。还有，除了这些官员，还有宗室王公啊，只怕连你的兄弟贝子贝了，也少不了啊。照先生的意思，这差事我不能接？不，一定要接。这么多阿哥，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接这个差事呢？是他们认为国库的欠款不应该追回吗？不是，他们是抱着这么样一个心思，不愿意得罪人，更怕得罪了人还追不回欠款。如果王爷您也不愿意接这个差事，那么皇上不是连一个愿意为他分忧的儿子都没有了吗？夜深了，先生，安歇了吧。这次你和应祥差事办得很好，可以说是急了国之危难。坐。这从盐商身上弄那么一点儿，1次可以，2次行吗？
黄河、淮河今年治了，明年又决；水灾治了，还有旱灾、蝗灾。治国的根本不在于此。皇阿玛圣训即是。哎，都说是康熙盛世，天下太平，可各省报上来的土地一年年减少，税收也一年年递减。儿臣在下面见到的和皇阿玛说的一样。坐下说话。那些有钱的士绅人家仗着免税拼命买地，小户人家因为人多地少，付不起丁税，也就甘愿贱价卖了田土当他们的佃户。这样一来，土地年年兼并，贫富日益不均，而国家的税收呢，却是年年减少。经此一弊，朝廷已不堪其忧啊！你能看到这个弊端，说明你肯用心思。其实，朕何尝不清楚？朕几次想丈量全国的土地，按土地纳税，可以缓冲一下。可层层报上来的数字都是假的，而京城里头的官呢，弄得不到国库去借债的，反倒成了不合时宜。人太多了，是不好办。朕这么多儿子，就没有一个愿意承担追款的差事。儿臣愿意办理追笔欠款的差事。好，只要对朝廷有利，对我大清的江山社稷有利，儿臣大不了做个孤臣就是了。好，有个做孤臣的心思，就没有办不好的事儿。听说你这次从江南就带了个孤臣来？要说孤臣，田文镜确实是个孤臣。这个人心里只有朝廷，而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。儿臣保举他为追笔欠款的帮办，请皇阿玛恩准。好，依你，田文镜帮同办差。这13阿哥胤祥这次随同儿臣前去赈灾修河，功不可没。儿臣恳请皇阿玛，一是降旨褒奖，二是让他帮同办理追笔欠款的差事。胤祥就不要参与这个事儿了，也不必过多褒奖。胤祥为什么不能褒奖？为什么不能担当这个差事？请皇阿玛明示。你真想知道？儿臣想知道。因为朕想让你做一个真正的孤臣，明白吗？儿臣明白。好，明天就进驻户部，追缴库银。朕委派胤禛为追缴国库欠款大臣，上自王公贵胄，下至文武百官，凡借款者，限10日内还清；倘有抵赖不还者，由步军统领衙门捉拿追笔，绝不孤担。
来吧。谢皇爷。大家都知道了，皇上派了我追比库银的差事。我想你们心里都清楚，这个差事不好当啊。俗话说，借钱容易还钱难，站着借钱，跪着讨债。倘若跪着就能把钱讨回来，我现在宁愿给大家跪下。也许有人在想，借银子的人那么多，都能一一还清吗？别人没还，我还了，岂不冤枉？那我就告诉你们，这次不管是谁，无论他借了多少钱都得还，而且都要在限期内还清。没有钱，卖房子当产也得还。田大人在。从现在起，各位皇子王公的欠款由我追缴，王公以下众官员的欠款由你追缴。这。师爷，叫奴才好找啊！师爷，四王爷来了，说是叫您还国库的欠款，正在后园盖的戏楼子那儿发脾气呢。好啊，拿我开刀了！哼，看他能把我怎么样！走。师爷，您可来了！我正想着说，哎呦，王八羔子，老子才出现了一会儿，你们就多来啊！都待那儿干什么呀？还不赶快动工！老师啊，哟，是我叫他们停下的。原来是四哥大驾到了。怎么，这戏楼盖得不好吗？您给指点指点，我叫他们改。戏楼盖得挺不错，只是不合时宜啊。这一不刮风，二不下雨的，怎么不合时宜啊？你这儿是不刮风不下雨啊，可是黄河刚刚涨了大水，国库没钱救灾，咱怎么能把银子借出来盖戏楼啊？师弟啊，我们这些做儿子的，要为皇阿玛分点忧啊。这话没错，我借银子盖戏楼，正是为了给皇阿玛分忧呢。你这个戏啊，皇阿玛是不会看的。下个月11是我25岁生日，说好了，接皇阿玛来玩一天。这戏楼啊，就是为了皇阿玛看戏才盖的。老师啊，你真有点孝心的话，就带个好头，把欠国库的银子还了。啊，四哥，这话我听不懂。这国库的钱不就是皇阿玛的钱吗？你几时见过儿子花老子的钱还要还的？我说老师啊，你这个理儿是自小在南书房学的，还是谁教你的？啊？哼！我打从小就不会念书，可阿克中念书念得好的，还不是照样欠了国库的钱？四哥，你可别老盯着我好不好？你放心，这次不管是谁，欠了国库的银子都得还清，一文也不能少。里边啊。三哥，没想到暗地里你有这么大的手笔呀！啊，嗨，人人都说我黄三子养着文人清客，吟风弄月，嗨，可谁又想着为我大清国留一点经国之大典，不朽之盛世呢？啊，三哥，你借国库的30万两银子，都是用来编书了？啊？不是我泼你冷水啊，三哥，借国债助运输，恐怕与国计民生裨益不大。照四爷的话说，那仓颉造字也是多此一举喽。义父，你怎么如此对四爷说话？三爷，您知道，要不是四爷，我这话还懒得说呢。
你，老四啊，文人嘛啊，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。嗨，我哪有心思生这门子闲气呀？三哥，不是我不通融，您这儿借的国债不还，其他人就会借着大水打漂。国库里上千万欠银追不回来，我的差事砸了无所谓。皇阿玛这个家难当啊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把书停了，把人都遣散，凑钱还债，让你交差就是了。田大人，同样是欠了库款，为什么对我们逼得这样紧啊？有些人你连问都不问呢，啊？魏大人，谁的欠款没问？您老说清楚了。黄体仁和萧国兴的欠款，你为什么不问呢？拿名单来。这。没有啊。魏大人，这2个人的欠款，您是听谁说的？这还要听别人说吗？哎，你问问户部的书办，不就明白了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大人，有话到一边说。就在这儿说。这是黄体仁和萧国兴欠了国库的银子，一共50万两。那为什么不上清单？这个，去，传黄体仁、萧国兴问话。好啊，老四，真有你的啊！当面答应了我，背后叫人给我使绊子，你究竟怀的什么心呢？你啊，你说呀，说。太子爷，您急着把我找来，不分青红皂白就发这么大火，究竟是为什么呀？你得先说出来让我明白啊！哎，你真的不明白？请太子明说。去。这那好，我问你。你答应好的，先不问我那几个人，为什么又叫田文镜风急火燎的把黄体仁和萧国兴叫起逼债呢？有这回事？哼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跟我装耳无眼啊？我知道，你是看着我这个太子不讨皇阿玛的欢心了，想趁早另捡高枝啊。二哥，田文镜把黄体仁、萧国兴叫去问话的事儿，我不清楚。也没法跟您说，但是有句话我得说清楚了，我胤禛的为人您是知道的，从来都是按照朝廷的章法办事。这次我昧着良心把你的几个人从名单上抹了去，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维护您这个太子吗？不就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安定吗？既然有人把黄体仁、萧国兴捅了出来，那他们就得还债。四爷，不好了！师爷和许多官员抬着家当到前门大街叫卖去了。前门大街？啊！哎，四爷，出大事了！四爷，一大群老臣跑到畅春园找皇上哭闹去了。啊！田文镜在。你去前门大街劝说师爷和那些官员们回去。这年羹尧，在，你跟我去畅春园，一定要想法拦住他们。这。
叫。哎呀，各位大人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！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弄这么多人在这哭喊，你的差事真是越当越回去了。回李公公，这些大人们要闯进去见皇上，奴才不让。他们皇上，皇上驾到！有什么话，到园子里说去。在这里哭闹，像什么话？来，快！你们都去吧，都去吧。这，李德全，奴才在。你领宫里的人都歇着去。皇上，这儿不能没人伺候啊！叫你们去，你们就去。有什么事儿，他们就不能伺候朕了？奴才能够伺候皇上，奴才愿意伺候皇上，奴才愿意呀！奴才愿意。这，来。哎，好了，现在没外人了，咱们君臣几个坐下来聊聊。谢皇上。坐。我们这是卖家当，还你的债呀！还我的债啊！我田文镜什么时候有钱放债了？你们这是摆明了和朝廷对着干吗？快把东西收拾了，抬回去。这么说，你答应不追我们的债了？欠国库的钱一文也不能少，这些东西一件也不许卖。来，在，快把这些摊子拆了。这。师爷，你看，师爷，你说这田文镜，你娘的，你是不想活了？朕一生自信，自信人生100年，会当纵横9万里。除鳌拜，平三藩，平噶尔丹，收复台湾，和俄国老毛子干，大伙儿从来没怕过。朕也是，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。可前不久，黄河发大水了，决了好多个口子，一夜之间，好几个省，上百万的人无家可归，流离失所。100万人、200万人聚在一起，这支队伍有多大？你没有住的，
他可以睡在棚子里，睡在路边上。没有吃的，他们就会铤而走险。古往今来，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起来造反呢？没有吃的，他才造反；没有生路，他才造反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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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子，主子，主子，快呀！主子，怎么了？石辈子说，石辈子在前门大街拦住田大人，要打他呢。浑人！哎，主子，您何等身份，怎能在大街上与他争吵？还是让奴才去吧。好吧，你赶快去吧。李卫，走。你跪下！师爷，您不要朝廷的体面，我不能不要。呀嗨，凭你也跟老子说什么朝廷体面？羞辱老状元就不是朝廷体面？逼死了老功臣就不是朝廷体面？啊呸！朝廷的体面让你这尖刻的家伙扫尽了！点100兵马，赶快跟我到前门去！是。驾！来人呐，在！用鞭子抽他！这！住手！叫八爷来，这来呀！把这些违规人轰走！是。接着打，狠狠的打！别打了！住手！师爷，你还不放了田大人？你们真要给师爷惹些大祸吗？不准放手！我说年羹尧，闯下天大的祸事由我担着，不用你管。师爷，奴才真怕您遭皇上的责罚。受责罚我认了。打！哎！你当街责打朝廷命官，不要命了吗？哼！屁个朝廷命官！老子打死你！喂！师爷，你要是再打，就打我吧。你让开，要不我真打你了！啊，你找打！滚开！老十三，师爷，你闹腾的还不够啊？还不撒手！老十三，你撒手！你先放下鞭子！你再不撒手，我就要打你了！怎么回事？都撒手！13弟，你就先回去吧，这里有我呢。
好吧，梁国，把田大人抬到我府上去。这，走吧。大哥，我先走了。还不收摊啊？走吧。散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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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卖了。走了，哎，妈的！都是奴才不好，给皇上做难了。皇上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都是奴才们不成器，奴才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这也不能全怪你们，连朕的儿子也不能体谅朕的苦衷啊！皇上，都是奴才不好。奴才这就回去把庄园卖了，抵还国库的银两。奴才也愿意把京里那座大宅子变卖还债呀。奴才们就是一贫如洗了，只要皇上安安乐乐的，无忧无虑，死也瞑目了。不，朕已经对不起一个魏东亭了。朕不能再眼睁睁的看着你们这些跟朕出生入死的人老无所依。朕大内还有200-300万两银子，本来是准备四阿哥江南筹款不到的时候拿出去赈济灾民的，现在朕拿出来替你们还债。皇上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可是还清了欠款的人只有3成。我有负皇上，有负朝廷，准备自请革去君王的爵位。我伤心的不是这个，我伤心的是我大清有这么多官员，居然只有自己而没有朝廷，只有家而没有国。诸位大人们，你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是读着圣贤书走进殿堂的，难道你们忘了皮之不存，毛将掩抚这个简单的道理吗？现在我只想说一句，如果你们还有点天良的话，尽自己可能，能还多少就还多少。四爷，我们还。慢！他们的钱1文钱也不能收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我说不能收，就不能收。这件事情本来我是不管的，这么一件简单的差事，朝廷派了一位郡王，应该是完全能够办得好的。可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就不得不管了。堂堂康熙盛世，弄得朝廷一半的官员上吊的上吊，卖家当的卖家当，还像什么话吗？当然了，欠国库的钱还是要还的。四爷向你们追款也是为了朝廷，是完全应该的。这一项，四爷也够辛苦的了，他也为难呐。
欠款追不回，他有负朝廷，追急了你们又受不了。皇上和我的意思是，钱还得还，但还也得有个还法。像刚才那几位老臣的钱就不能收。哎呀，这就对呀，对呀，因为他们拿来还债的钱，是皇上从大内拿出来提起的银子。皇上拿提起的银子，肃静，肃静！你们想想，泱泱大清帝国的皇上，把自己一点提己的银子都拿了出来，让臣下们还债，这个债还能还吗？那么，是不是说欠国库的钱就不还了呢？要还，怎么个还法？我的意思，以2年为期，第1年还一半，第2年再还一半。好，哎呀，真是太英明了，好啊！好，当然了，我还没有向皇上请奏，我相信，以皇上的圣明，一定会恩准。皇上圣明，太子圣明。好了，从现在起，你们各自去干各自的事情，好好把朝廷的事情办好。谢太子。